近日，印度多次进行共和国日阅兵式的彩排，英媒表示，空中飞行表演将是此次阅兵式的亮点。据印度空军官员此前在飞行表演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来自印度海陆空三军的多达75架不同的战机将参加1月26号的飞行表演。参演机型包括7架最新的阵风战斗机，以及苏30战斗机、美洲虎攻击机、C-130J 运输机、米35武装直升机、米格29K 舰载机和 P-8I 海上反潜机等。共和国日阅兵一向是印度年度外交日程的重头戏。几十年来，印度保持着邀请外国领导人担任主宾观礼的传统。不过，据印媒报道，由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肆虐，尽管印度提出正式邀请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婉拒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去年的共和国日阅兵式上，英国首相就曾因为新冠疫情而取消了印度的行程。从彩排的画面来看，阅兵式仍将上演颇受欢迎的叠罗汉摩托车表演。印度阅兵钟爱摩托车特技表演，其实源自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场无线电通讯并不可靠，驾驶摩托车穿越交火区域传递命令和情报，对信号兵来说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因此，英军成立白盔摩托车特技表演队，训练信号兵们摩托车精准驾驶的技巧。在英军传统的影响下，不少隶属于英联邦的国家的军队也建立了自己的摩托车表演队。印度在独立后仍然保留摩托车特技表演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日阅兵式作为印度海陆空多种武器装备的展示窗口，近日俄印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关注度颇高。俄罗斯独立报网站1月17号发表题为《俄印导弹飞向世界市场》的文章称，印度与菲律宾已达成协议，印度以3.75亿美元价格向菲提供3套俄印联合制造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将是印度首次签署向海外出口该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在社交网站上证实，这批布拉莫斯导弹主要交付给海岸警卫队，合同还包括人员培训，正式签约本月举行。菲律宾购买布拉莫斯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款导弹的性能适中，而且价格呢可能对他来讲也比较有诱惑力。因为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它的飞行速度最快只有3倍音速，虽然没有达到高超的水平，但是射程最远也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而且它的弹道呢可以采用掠海飞行方式，比较难以被发现。应该说在中近距离上，它对于水面舰艇还是有一定的威胁能力的。其实，菲律宾早在2017年就已经着手立项地平线2，并打算引进一款超地平线反舰武器。2018年，印度军工代表就曾多次访问菲律宾。在2019年第10届亚洲国际防务和军警展上，菲律宾陆军方面人员和印度布拉莫斯技术人员接触。而在2019年，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2019陆军技术日上，也展示了布拉莫斯导弹模型。2020年，菲律宾总统办公厅正式批准了菲方引进印度布拉莫斯导弹系统的项目。此次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所签署的文件是完成这笔交易的最后一道手续。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报道认为，从菲律宾政府当前的表态来看，该采购案已经板上钉钉。不过，印菲就布拉莫斯导弹军售谈判持续了近5年。一位印度官员表示，这是由于马尼拉的预算困难才久拖未决。因此，有评论指出，印度或为打开布拉莫斯导弹系统的销路向菲律宾提供贷款。